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的年假都休完了吗？我最近有和几个中文的学生上课，然后大家都聊到了元旦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有些人在1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上班了，有一些人呢还在休假当中。那在中国呢，元旦一般是会放3天假，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叫做调休。然后元旦期间呢，我其实和父母一起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苏州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住了一晚上。我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在冬季的时候出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证他们的温暖。然后今天就想要和大家聊一聊中国人的保暖之道，以及中国人对于暖和、对于热水的这个追求。比如说这次出行，我们是自己开车，然后去隔壁的城市的。我妈妈在上车之前准备了2样东西，一个是一瓶热水，我们会带着一个户外露营用的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装上热水。然后另外呢，就会带一点点零食吃的，然后坐在路上吃。出行的话呢，我一般是我爸爸在开车，尤其是在假期期间，路上特别堵，也会有很多的车。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适合我爸这种比较谨慎，然后慢性子的人，他不会生气。如果是我的话，我虽然没有到路怒症的那个程度，但是呢，我还是会比较急躁一点的。然后在路上，这个热水对于中国人就特别重要。我爸妈只要涉及到出门的情况，一定会保证身上带着一杯热水。我之前其实也有看到过新闻，是说中国喝热水的历史也没有很久，把水煮开之后呢，就可以杀死一些细菌。然后呢，中国人到了酒店，第一件事情那也是看看这个烧水壶有没有用。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就是烧点热水，把热水煮开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可以消毒，对吧？把就是自己想要用的一些杯具啊烫一烫，洗一洗。第二个事情呢，可以烧点热水泡泡脚，对，泡泡脚。第三个呢，那就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的保温杯里面蓄满热水。所以大家出行的话都会带着一个保温杯。在中国的公共设施里面呢，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看到一个小屋子或者小隔断，然后上面写着开水间，然后里面放着一台锅炉，有的时候还是那种老式的不锈钢材质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那它就是自动烧热水的。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很常见，火车站里面也很常见，然后在机场也有。那机场呢，现在的机器会稍微的高端一点，一般都是那种净水器，一般会稍微高端一点。但是在火车站和医院这2个场所，我是接触的比较多的，然后我就还能够看到很多这种老式的烧水炉，然后呢，上面写着开水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人很多人就是会去接热水，说明呢这个需求也还是很大的。那这个开水间呢，也可以让大家来冲泡一些奶茶，因为中国有这种就是粉质的包装的奶茶，或者说方便面给泡面接开水。火车站里面有，火车上面也有，所以开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以前在航班上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直飞的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这个航班，
就会有很多的中国人搭乘这个航班去欧洲旅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我们中国的乘客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我们乘务员，然后说帮我接热水，你可以帮我接一杯热水吗？有的时候我们在最忙的时候会在那个开水的机器那里连续的接很多很多杯。对，就是热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对于随身带的杯子有一个特性，就会特别执着，那就是保温。所以我们会称这种杯子为保温杯。其实在苏州有一个日本的品牌很火，保温杯的制造商膳魔师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到中国来发展了。膳魔师这个品牌的保温杯呢，质量很好。然后我特别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第一次有看到膳魔师的杯子底部会贴着一个标签，它就是说保温程度和保冷程度。它其实是有提到保冷的，这是我第一次才知道，哦，原来保温杯还是可以保冷的。对，我以前都没有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啊，我们都说要保温杯，那这个杯子就只能用来装热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会带着一个保温杯。现在呢，还有很多超级迷你的保温杯被设计出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呢都会精简出行的装备，这样子呢不想要带太多的东西，有的商家就把保温杯设计成手机大小的一个保温杯，这样子的话，你随便往兜里面一放，往口袋里面一放呢，就很容易携带。我现在喝水的这个杯子，大家有看到吗？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很火的一个杯子 ，Stanley 的，应该是美国的品牌吧。然后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火了之后呢，也火到了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然后前几年的时候，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火，女孩子都人手一个 Stanley 的杯子，我也买了。我买的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不锈钢材质的，对，不锈钢材质的，就会比较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我之前看其他社交媒体内容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博主，他们会专门买这种 Stanley 配套的那种冰的模具，就是做冰的那种模具，然后放一个整个圆柱形的冰块到这个 Stanley 的杯子里面，就可以保证每天喝比较凉快的咖啡或者茶或者冰水，是吗？我有的时候也在好奇，我们呢，如果嘴巴渴了，我们会喝很多的开水，会喝很多的水。有一些人会觉得奇怪，那对我来讲的话，白开水和纯净水有什么区别吗？不过就是有一个是热的，有一个是冷的而已，对吗？但是我买它，我绝对是用来喝热水的，所以热水对于中国人来讲就会特别的重要。然后到了现在，我觉得近几年呢，又是因为可能年轻一代的人，大家的养生的这种心态又出来了，就会觉得啊，还是要喝热的，还是要喝一点热乎乎的，然后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舒服。那包括就是保暖相关的，我们会说要用热水来泡脚。相比于日本人特别喜欢泡澡，那我们中国人泡的最多的是泡脚，因为泡澡的话可能会需要浴缸，有的人是租房子，有的人家里面比较小，没有浴缸，或者像我爸爸那样，他们把浴缸装起来就是养鱼的。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已经舍弃了用浴缸泡澡的这种观念，但是他们还是会保持着在冬天泡脚的这个习惯，一定要用这种热乎乎的水，然后来泡脚，然后整个身体都会暖和起来。喝热水也是一样的道理，热水呢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温暖一些，然后呢人暖和了，人就会舒服了。
尤其是冬天，但是也有人大夏天的时候也是在喝热水的。因为中国中医上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3伏天要喝热水，不能碰冰的。尤其是对女性来讲，拒绝生冷食品，生的和冷的这些食品，帮助你调节身体里面的一些元素吧。具体我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就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不要喝生水，不要吃冰的，不要吃凉的，然后就让我联想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去日本之前的时候，我有听说过，就是大冬天的日本女孩子还会光腿，然后我就在讲 crazy， 对吧？就是好神奇的一个事情。然后等到我自己去了日本的时候，第一年我是4月生，然后我是4月去的日本。我特别记得到了11月份、12月份，我和朋友们一起去迪士尼玩的时候，我也是光着腿的，而且很神奇的是，我觉得不冷。对，就是很神奇，我觉得不冷，我居然也可以在冬天光腿。然后在日本的饮食店里面是很少提供热水的，大多数这种免费的提供的水都是冰的，哪怕是在冬天，也是在桌上放着里面有冰块的这种水壶。一开始我特别记得，就是一开始进入到冬天的时候吧，虽然我还光着腿，但是在外面也冻得嘶哈嘶哈的时候，进入饭店里面也想喝一点暖乎乎的东西，但是发现店家只提供了冷水。如果这个时候我想要喝一点热的，我可以点热的，但是热的要么就是茶，要么就是咖啡。那如果我是下午3点钟以后去吃点东西，我就必须得要喝茶，必须得要喝咖啡，这个不利于我晚上睡着呀。就是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方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很多人去了日本旅行之后回来发帖子说为什么日本没有热水呢？但是在我到了第2年的时候，很神奇的事情，我的身体适应了喝冰水，我也没有觉得我喝冰水喝的太多，然后会导致我的月经不调，或者我身体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没有。我特别记得就是期间我还有读过一篇报道，是说长期的喝凉水还可以增强肠胃功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谬论啊，但是我当时就听信了，我就觉得我肠胃一直不是很好，那我就尝试着喝凉水吧。所以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会就是尽量的，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没有热水的话，我就会自然的喝冰水。喝了1年多以后，然后我就完全适应了。因为中国人如果才进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平时都是喝温开水或者喝热水的时候，突然让我们每天都喝凉水，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肠胃不舒服，要经常上厕所呀，是吧？但是呢，我在日本待了1年之后，我就适应了，我就觉得挺好。我就觉得室内暖乎乎的热乎乎的，然后呢喝点凉水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在我然后去了德国之后，我的身体又发生变化了。就是我去了德国之后，我一口凉的我都喝不了，完全就是气候不一样的。德国对我来讲就有一点太冷，我觉得这个冷它最主要是因为它冬天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然后德国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厕所很少。是吧？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还找不到厕所真的很崩溃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德国不喝凉水，坚决不让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满世界的找厕所的这种情况，我坚决不想要再次发生。然后我们就说回热水前几年的时候，网络上面有一个热梗。这个梗呢，就是吐槽男性的敷衍态度的。
我还没有说，我都想要笑。就是之前嘛，很长一段时间，那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想要得到就是男生的一些关心关注的时候呢，就会和对方说啊，我今天有点冷，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我经期来了，我不舒服之类的。然后呢，有一些男生吧不会聊天，不会聊天是一种情况，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很想敷衍，他不想要认真的回答啊，不想要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然后呢，他就会说啊，多喝热水，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多喝点热水就好了啊，我今天肚子痛，多喝点热水就好了，好烦啊，多喝点热水吧。久而久之呢，多喝热水就会变成一条渣男语录，就是这些人敷衍的态度，让女性都已经把它收录到专门集结了很多渣男会说的一些话里面。这个就很有意思。我爸不是个渣男，但我爸是个直男，或者我爸是上一代的老观念的思想，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最近呢，我也会在回家的时候和爸妈说啊，说最近呢感觉哪里哪里有点不舒服。我爸很自然的就会冒出一句说，那你多喝点热水呀。所以热水在中国是一个可以治百病的一个物品。我之前其实在就是航司工作的时候呢，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呢，有讲到，如果在航班上面遇到乘客晕倒了之类的，首先呢，按照就是欧洲的那边理念，那就是有乘客晕倒了，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提供高糖分的饮料，那也就是可乐，然后给到对方，这个样子的话，能够让他快速的补充这个糖分能量。但是对于中国乘客来讲的话，我都已经不舒服了，你还给我喝这个不健康的冰冰凉的饮料，所以呢。对于中国的乘客，我们一般会提供两样东西，那就是热水和可乐。哪怕这个热水他不喝，但是他可以握在手上，暖乎乎的，抱在手上，他也可以暖一暖手掌心啊，温暖一下末端神经啊，这个时候身体呢也是会感觉到舒服一点的。所以呢，热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无所不能的一个存在。当然哦，谈恋爱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说多喝热水。好啦，这就是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